乌纱帽，就得先戴一顶绿帽子。这句话是我们湖南省原永州市委副书记说的，不是酒后失言，不是一时冲动，这是他做官多年总结出来的一条心照不宣的潜规则。他说到做到，在他的任期里，下属的妻子、银行的女干部、电视台的女主持人，一个接一个走进了他的房间。而那些把妻子送出去的男人，回头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转正名额、晋升机会、工程合同，皆大欢喜。等到案发后，警方整理出来的情妇名单让人大跌眼镜。曹操喜好人妻，霸占16位之多，而差点丢了性命。而他的后宫名单整整有19个之多。比曹操更牛逼的是，他这19个女人彼此相安无事，全都死心塌地跟着他。不少人看到这份名单之后，第一反应不是震惊，而是困惑。这个人到底有什么魔力？大家好，我是微笑。今天的男主角就是湖南省永州市原市委副书记周永亮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湖南一县委书记带队前往广州考察。考察期间，深夜耐不住寂寞的书记公然前去买春，被警察抓了个现行。然而，面对警察的执法，他却依然十分牛气，指责警察多管闲事，态度十分嚣张。尽管被狠狠罚款，他也是让下属用公款来报销，毫不在乎。还有一回，他下乡视察，看上了一个下属的媳妇，那眼神就跟饿狼似的。没想到的是，他那狗腿子秘书为了巴结领导，竟然直接威胁那下属想升官发财，还是想保住老婆，自己看着办。这种职场潜规则简直让人脊背发凉。这个牛气冲天的官员就是周永亮，是一名贪财好色的官员，而且与涉黑分子来往过密。他跟当地黑老大屈国春称兄道弟，狼狈为奸。屈国春开赌场放高利贷，周永亮就给他当保护伞，摆平各种麻烦。这俩人，一个黑道大哥，一个白道官员，简直就是黑白双煞，把永州搞得乌烟瘴气。老百姓们叫苦连天，有的被逼得倾家荡产，有的甚至远走他乡，就为了躲开这俩瘟神，只能在坊间称他为老老书记。在当地方言中，老老的意思就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，黑白两道无所不能，简而言之就是有非常高的江湖地位。而这不过是周永亮数十年腐烂生涯中2起微不足道的小事。一个主政一方的官员竟然有这样的江湖地位，这显然是不正常的。要了解这位极度腐败的高官是如何上位的，我们还得把时间拉回到上世纪50年代。1950年，湖南永州宁远县周永亮生在这里。宁远是个山多地少的穷地方，他家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背景，父亲种地，母亲操持家务，几个孩子挤在一间土墙屋子里长大。穷这件事儿在周永亮心里烙得很深。他后来在某次私下谈话里说过一句话，大意是小时候最不甘心的不是饿肚子，而是在领导面前说话要低头。这句话藏着他后来所有行为的根源。高中读完，1968年他被分配到乡镇当办事员，那是个不起眼的位置，端着公家饭碗，但工资低得可怜。为了上班不寒碜，周永亮会定期去城里淘二手皮鞋，一双几毛钱。买回来之后，借同事的鞋油一遍一遍擦，擦到鞋面能映出人影，再去上班。这件事儿后来的人提起来觉得心酸，但对当时20岁出头的周永亮来说，那双皮鞋是他唯一拿得出手的体面。他不想一辈子穿别人淘汰的鞋。乡镇办公室，周永亮是来得最早，走得最晚的那个。同事嫌麻烦的差事，他抢着接；领导临时安排的任务，他二话不说上。这种勤快在那个年代不算稀奇，但周永亮多了一样别人没有的本事，他记性极好，而且用在了刀刃上。张主任喜欢喝什么茶，几点钟习惯喝第2杯，他比张主任的老婆还清楚。李部长老家在哪个县，他儿子在哪所学校读书，上次出差回来带了什么土特产，周永亮能一字不差地说出来。这不是讨好，是研究。他把每个能影响他命运的人都当成一门必修课来背。同事私下叫他活档案。领导们喜欢他，不仅因为他肯干，更因为他让人舒服。在他面前说话，总觉得被认真对待了，这种感觉在官场是最贵的东西。1971年，工作3年，周永亮入党了。消息传回老家，母亲哭了。在宁远那样的地方，入了党就意味着这个孩子跳出泥土了，将来是要当干部的人。周永亮没有哭，他坐在村口田埂上，看着远处的山，心里有什么东西开始发烫。入党之后，周永亮开始上夜校，读函授大学。他把教材用塑料袋包好带去上班，中午趴在桌上啃，晚上回宿舍点灯熬到深夜。同事拿他开玩笑，拼命三郎，你这是要考状元。他只是笑不说话。
几年后本科文凭到手。在80年代的基层干部里，这张纸的分量不小。凭着这份文凭，加上此前积累的人缘和口碑，周永亮开始被上级单独谈话了，试图进入快车道。副书记再到书记，1991年41岁的周永亮坐上了江华县县委书记的位子，从乡镇办事员到一线之主，用了整整23年。他坐进那把椅子的第一天，心跳比平时快了很多。他后来说，坐进去的那一刻，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念头，不是感恩，不是责任，而是一种钻心的憋了20多年的扬眉吐气。老子终于到这里了。江华县地处偏远，底子薄，是国家级贫困县。初到任的周永亮确实是用了心的，下乡不摆架子，和农民蹲在田埂上抽烟聊天，问收成，问困难，回来真的整理成报告，推动基建。当地百姓说他接地气，干实事儿，这不是假的。那时候的周永亮还没有完全腐烂，他有野心，但野心驱动的还是做事儿，而不是捞钱。但有一件事悄悄种下了一颗坏种子。1994年，他推动江华县摘掉了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，这是一份漂亮的政绩。但当时有人暗中知道，这份报告里有些数字动过手脚，部分村寨仍然没有通电通路，但纸面上已经脱贫了。摘掉贫困帽意味着失去国家补贴，老百姓其实是吃亏的。但周永亮得到了他想要的，一张向上级证明自己的底牌。不久后，他顺利晋升，调入永州市担任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。从县城进入市级班子，市也变了，舞台变了，身边的人也变了。那些凑上来的笑脸，那些主动送上门的饭局，那些意味深长的目光，周永亮开始读懂这些信号背后的含义。权力是可以兑换成任何东西的硬通货，他只是还没决定要拿它换什么。刚当上县委书记那个夏天，江华县乔市乡一顿普通的工作餐，乡里几个干部作陪，酒水上桌，气氛热络。周永亮坐在上手，手里端着酒杯，目光不经意间落在了对面一个女人脸上。25、6岁，皮肤白，眼睛亮，笑起来有2个浅浅的酒窝，名叫赵文娟。刚结婚不久，丈夫在计生办工作，还没转正。周永亮放下杯子，对她丈夫说了一句话：小伙子不错，年轻有为，值得培养。桌上一片笑声附和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周永亮的脚在桌子底下轻轻碰了一下赵文娟的小腿，赵文娟的眼睛闪了一下，没有缩脚。更让周永亮没想到的是，饭还没吃完，那个丈夫突然说自己喝多了，头晕，先失陪了。临走前，俯身在妻子耳边说了几个字，声音压得很低，但意思昭然若揭，陪好周书记。那天晚上，赵文娟敲响了周永亮的房门。周永亮开门，看着眼前这个站在走廊昏黄灯光里的女人，沉默了2秒，然后侧身让她进来。事后，周永亮帮赵文娟换了一份国企的工作，解决了城市户口。她丈夫顺利转正，此后在单位步步高升，最终做到了正科级。一顿饭3方都满意了。周永亮坐在那张宾馆的床上，烟雾在灯光里缓缓飘散。他在想一件事，他以为最难的是爬到这把椅子上，没想到椅子坐稳之后，很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变得触手可及。这种感觉是毒药，他知道，但他没有停下来。有了第一次，就有了无数次。周永亮开始把每次下乡视察变成另一件事的掩护。他看人有一套自己的口诀，不动声色，多问2句，多留一眼，然后很快撤回去，继续谈工作。旁边的人看不出任何端倪，只有秘书看懂了。视察结束，秘书去办后续的事。有一次，他到辖区医院走访，走廊里迎面来了一个护士。周永亮扫了一眼，对随行人员说了一句：“工作态度不错。”随后走开。众人散去后，秘书找到那个护士，轻声问：“想当护士长吗？”几天后，那个护士主动打来了电话，秘书给他安排了时间、地点以及一个理由，去书记办公室汇报基层医疗情况。他去了。周永亮升任宣传部长后，管辖范围扩大，目标群体也随之升级。银行、电视台、卫生系统，凡是他能踏进门的地方，都成了他的自留地。他到电视台检查工作，只要看见有姿色的女主持，就要来联系方式。时间长了，台里的领导摸清了规律，每次周永亮来视察，都会提前安排几个条件好的女主持陪酒陪唱。这件事在台里传开之后，女主持人成了众人的笑谈，据说连找对象都困难了，打螺丝的小伙子也唯恐避之不及。周永亮不在乎，他在乎的只有2件事，下一个是谁，以及怎么拿下来19个情妇。这个数字放出来，最让外人费解的不是怎么来的，而是另一件事，
这些女人彼此之间关系和睦，没有争风吃醋，没有互相举报，全都死心塌地地跟着周永亮。原因不复杂，周永亮对每一段关系都很负责，他的负责是用资源兑现的。跟了他的女人工作会顺，他们的家人能得到安排，有的帮他做中间人，从项目里拿到一份分成，有的被他安置进国企，月月领工资，有的家里的亲戚陆陆续续都得到了照顾。这是一种腐烂的稳定，不是爱情，是交易。但在那个封闭的地方，那个特定的年代，这种交易对双方来说都有着扭曲的吸引力。而周永亮从不让他们知道彼此的存在，每个人以为自己是唯一的，或者至多是几个里面最重要的那个。直到最后，案发19个名字被写在同一张纸上，他们才知道全貌。周永亮的妻子朱兰英也知道这一切，她没有闹，没有阻止，甚至加入其中，和丈夫一起收受贿赂，为他打理账目。部下想讨好周永亮，有时候会把自己妻子的照片和联系方式托人传过去，朱兰英帮着安排，从不过问。这家人里里外外烂透了。有一次，周永亮以扫黄为名，亲自前往当地一处风月场所，结果人还没出来，警察到了。当班的警察认出了他，周永亮没有慌，也没有解释，他就是站在那里，态度傲慢，阻止警方做任何记录。最后，事情以缴纳3万元罚款了结，钱从公款账户里划出去，周永亮理了理衣领，扬长而去。3万块公款，一次什么都没发生。从那以后，周永亮在这件事上愈发肆无忌惮。银行女干部的宿舍管理阿姨当面呵斥他，他站在那里看了对方一眼，转身离开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后来他和那个女干部索性直接去了他家过夜，他不躲了，也不掩饰了。那个当年靠2手皮鞋撑起体面的乡镇办事员，那个深夜抱着函授教材硬啃的穷孩子，已经死了。坐在这张椅子上的人觉得自己可以只手遮天，而下一步他要的已经不只是女人了，他开始要钱，大量的钱。女人要养，关系要维系，排场要撑起来，这一切都需要钱。周永亮的工资远远不够，受贿收礼是第一步。刚当上县委书记那几年，偶尔有富商登门塞来一个信封，周永亮起初还会象征性的推一推，说几句注意影响之类的场面话。但推了几次之后，他发现一件事，推也没有人真的把钱收走，那些信封还是静静地摆在桌上，等他点头。从第一次不再推开始，周永亮就再也没有拒绝过，钱开始流进来。项目审批、土地指标、工程合同，每一个环节都是出价的理由。来找他的人越来越多，给的数字也越来越大。周永亮来者不拒，办完事儿把钱收好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他以为这就是权力最自然的用法，但很快他发现这条路有一个天花板，他能收到多少取决于有多少人来求他。他开始主动出击。周永亮想得很清楚，靠别人送上门的钱永远是被动的。他找了个亲信，悄悄注册了一家皮包公司，专门承接政府工程。运作方式简单粗暴，用关系拿到低价标，再高价转包出去，吃中间的差价。这家公司没有员工，没有办公室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运营能力，但他承接下来的工程一个接一个，因为他背后站着周永亮。医疗系统也是他的一块自留地，他有一个护士情妇在当地医院做管理工作。某家医疗器械公司找上门来，想拿到医院的采购合同，通过这个护士搭上了周永亮。周永亮动用关系帮这家公司拿下了招标，回扣打到账上一分不少。至于那批医疗器械的质量是否过关，病人用起来有没有问题，他没有问过，也不想问，钱到手就够了。除了工程和医疗，他还涉足了高利贷。他和永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石斌私下关系密切，两个人一起放贷，用各自手里的权力给这门生意保驾护航。借款人敢不还，有公安局，有市委副书记，谁敢赖账？收益极其丰厚。周永亮还干过一件更荒唐的事儿，找枪手出书，以他的名义出一本关于地方治理的著作，内容全部外包，他只负责署名。书出来之后，强制要求辖区内各单位购买，算作学习材料。钱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进了账。周永亮的黑钱帝国有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，永州本地黑社会头目曲国春。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？各方说法不一，但结果是清楚的。一顿饭之后，他们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。周永亮保曲国春，曲国春养周永亮。曲国春的赌场在永州开得有声有色，警察对这块地方视而不见，因为背后有人打招呼。有一次，曲国春手下的人在聚众赌博中被永州市公安局抓获，
曲国春的家人找到周永亮，送上大量好处。周永亮接了，打了几个电话，人放出来了。从此，曲国春集团的保护伞名单上正式多了周永亮这个名字。而周永亮从这段关系里得到的不只是钱，曲国春专门为他物色女人，有时候是他自己手下的人介绍，有时候是从外地带来的，类型各异，一一送到周永亮面前供他挑选。这是权色的另一种形式，不用自己费心烈焰，有人替你搜罗好，打包送上门。周永亮坐在那里，翻看着对方递来的照片，漫不经心地选。他已经完全习惯了被服务。他后来当着秘书的面说过一句话，大意是：以前求人，现在人来求我，这才叫活明白了。深夜11点，永州市区一条小巷，警车的灯在黑暗里闪着蓝白光。特警已经把那栋2层临街建筑团团围住，里面是曲国春手下的一个赌场。那天晚上正在开局破门控场，一切按流程走。地板上趴着一片人，赌桌上的筹码散了一地，有人趁乱往裤裆里塞钱。老板站起来，不慌不忙说了一句：“等一下，我打个电话。”10分钟后，门口出现了那个人，白汗衫、居家短裤，脚上是一双泡沫拖鞋。他显然是直接从被窝里被叫出来的。他走进来，先对着地上趴着的赌徒骂了一通，然后转向特警队长：“赌资没收，人不用带走，不是商量，是命令。”特警队长看着眼前这个穿拖鞋的男人，认出了那张脸，永州市市委副书记。赌桌上所剩无几的钱被装进袋子，那些趁乱藏起来的部分永远追不回来了。特警们收队，没有人被带走。拖鞋踩在水泥地上，哒哒哒走出了那条巷子。周永亮上了车，关上门，在黑暗里点了根烟。他觉得今晚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就是一个赌场出了点状况，打个招呼就解决了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件事被人悄悄记下来了。周永亮在永州经营多年，关系网密不透风。他在公安系统里有眼线，在纪检系统里有朋友。每当上面有什么风声，消息会在第一时间传到他耳朵里。永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唐立武就是他的内鬼之一。有几次专案组刚开始部署，周永亮已经提前知道了调查方向，把相关的账目和联系人处理了个干净。他以为这张网可以永远护着他，但他忘了一件事：网是人织的，人是会变的。2006年，湖南省成立了一个专案组，代号628。起初的调查目标是永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石斌。王石斌这个人问题不小，涉嫌收受4500万高利贷利息，同时和当地涉黑团伙有深度勾连。这个名字周永亮当然认识，他们一起放过贷，一起吃过饭。曲国春的局里，他们都坐过同一张桌子。王石斌落网之后，沉默了几天，开始配合调查。调查人员顺着他的供词往下查，查到了曲国春，查到曲国春，又查到了一张40万元的汇款单，汇款人曲国春，收款人周永亮。这张单子是在曲国春住宅的一个抽屉里翻出来的，夹在一本旧账本的中间。曲国春大概自己也忘了它的存在。就是这个疏忽，把周永亮的整张网撕开了一个口子。专案组顺着这张汇款单开始全面排查周永亮的关系网络。周永亮察觉到了异常，他开始紧张，开始打探，开始转移资产。但这一次，他的内鬼唐立武也自身难保，传来的消息越来越迟，越来越模糊，最后彻底断了。他成了瞎子。调查人员调取了他名下及亲属名下的账户流水，数字触目惊心。那家皮包公司的账目被翻出来，承接的每一项工程，每一笔回扣，白纸黑字，医疗器械采购的回扣记录被那家公司的财务主动提供了出来。放高利贷的借条和转账记录从王石斌那条线拉出来，清清楚楚。那19名情妇的存在也在走访中一个一个浮出水面。他们之中有人沉默，有人配合，有人在问询室里哭得说不出话。周永亮的妻子朱兰英也被带去问话，她配合得很好，把他知道的该交代的都交代了，包括他自己和那个印刷公司老板的股权交易，那笔2年里挣下的40万元。夫妻2个谁也没替谁遮掩，最后周永亮被正式逮捕。2008年怀化市中级法院一审进行判决，审判结果受贿213万元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657万元，数罪并罚，有期徒刑18年，剥夺政治权利5年，没收全部财产260万元。庭审那天，周永亮站在被告席上，头发花白，比照片里苍老了许多。他认罪了，没有辩解，没有激烈的情绪，就是站在那里听完了判决书上的每一个字。法庭外，永州的冬天很冷，
那些年他走过的路，宁远县的泥土路，乔氏乡干部餐厅的包间，银行宿舍走廊的昏黄灯光，深夜小巷里的赌场，还有那双踩在水泥地上的拖鞋，全部结束了。周永亮被带走之后，他住的那套房子空了，客厅里摆着一套真皮沙发，茶几上有一个没喝完的茶杯，杯底的茶渍已经干了。书架上摆着几本他著作，封面印着他年轻时候的照片，西装革履，目光锐利。窗帘是拉着的，光线很暗，没有人来这里了。那19个女人，有的回到了原来的生活，有的因为涉案也受到了牵连，有的在接受问询之后就再没有消息。她们曾经分享同一个男人，却从未真正见过彼此，而现在连那个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人也不存在了。朱兰英在接受调查之后离开了永州，周永亮的仕途、积累关系网，连同那些藏在暗处的脏钱全部一起消失，什么都不剩。1991年，他第一次坐进那把县委书记的椅子，心跳加速，觉得自己终于等到想要的一切了。20多年后，他穿着囚服在另一个房间里坐下来，那个房间没有窗帘，没有茶杯，没有人来，铁门关上的声音很重很重。今年刚好是2026年，或许他早就出来了，但按时间推断，即便是不减刑，今年也已经出来了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微笑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